我是徐海军。今天我们来做一期粉末测评化妆品测试。之前呢，我们发了一期伟大的制造暗访化妆品工厂，当时呢，我们跟工厂要了很多样品。那今天的视频呢，很简单，我们拿工厂这些化妆品来对比国产化妆品，再对比国外大牌，看一看到底有什么区别。然后我们今天呢，只讲眼影、口红、粉底什么呢，我们就不聊了。原因是工厂说国产的粉底呢，还需要多努力。那我不懂化妆品所以我今天请了2位职业化妆师一位是做了9年的化妆老师东东，一位是有着3年化妆经验的艺人造型师6人。这2位一老一小，特别不容易被我骗来，还望各位嘴下留情。那声明一下，因为化妆品呢本身就算进实验室它的成分呢也很难检测，所以呢我们也不敢说我们有多专业，我们仅做呢个人的体验感受，求生欲。为了避嫌呢，我们今天把所有的品牌都贴上你们也别乱猜，我们也不是要说谁不好，只是让你们了解一下工厂的质量到底如何。OK， 我们开始吧。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心は進化するよ、もっともっと。我的事业滑铁卢就在这儿，我可能再也接不到工作了。天哪！难道我这个造型不能放到你的案例里面吗？当然不能。大家呢从工厂的品牌里面挑选出最好和最差的，我们说一下理由。眼影对比试了一下，觉得这2盘眼影是特别觉得用起来使用感非常差的。大家打开看就可以看到，就是它的粉质也好它的压盘还有整个细节都很劣质。你画上你就感觉就是你就很便宜了你。是吗？我不可能，我这么贵。我拿的这是珠光的一个盘，它这个珠光上到眼就完全就是那种大闪片，其实就很廉价，就是说白了这个眼影盘也不是很好。我们说好的眼影，你觉得比较好的为什么好？从配色上，这个就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这种棕灰的或者米棕的这样一个配色，它很讲究。你看有哑光的，有珠光的，而且你看它用起来这个手感是非常好的。这个颜色的对，水润感还有感光性非常强这个一看就是现在大家比较流行这种欧美盘，它的颜色的这个还原度会比较高。比如我们用了一款这种绿色吧。然后呢，这个盘呢也是很容易就推开了，就是里边这个色料的配比还有一定的这个有机的，就是比较植物天然的一些成分，所以说这样的色料呢亲肤性会比较强。我们给大家试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西瓜红，完全就是坨在一起了，坨在一起同时你看它颜色还原度太差了，跟它本身这个盘上差很多，这个一看就是化学合成的色料。口红对比，我们看一下口红差的为什么差？这个因为它大水钻，这个大水钻，你看这个颜色涂出来就很荧光，对，就是它看起来是一个红色，可是它涂出来就有点发荧光的颜色。这是我选出来颜色饱和度和整体颜色的设计还不错。就比如说像这个，它上面还有一些雕花，然后涂出来的颜色我觉得还挺当红的，对，而且它的质地也还不错，就是属于那种我会给别人用的那种口红。虽然呢我很支持这个怎么说这个国货咱们自己这个品牌，但是它还是有它的缺点的。比如说我给大家去演示一下虽然这是我们常用的一款这叫什么烂番茄色，但是你会发现呢，就是当它大面积把这个颜色涂开的时候，里边会有什么？会有一些这个膏状的结晶体，那证明这个也是它这个调和工艺当中不是特别就是完美。这是一个大品牌的，你看同样是颜色很深，它的厚重感就不一样。你看它的就是你要仔细去做对比的话，它这里边的颗粒感就没有那么多。你看这个到处整个都是密密麻这种颗粒感，这就是调和工艺完全不一样，有那个泥的感觉。还有一点呢，大品牌的口红的色彩是每涂一层它有它自己的这种质感跟色感的，而这个稍微是小品牌的这个口红，你涂10层可能都是你第一眼所看到的那个颜色。
这个如果说我们去做对比的话，我觉得这个国产品牌就做得很不错。你看，首先从这个膏体上的这个不均匀或者这个结晶体来说呢，它几乎是没有的。你看刚才我们做了很多对比，那么如果说跟咱们现在这个当下最火的这个国产品牌相媲美的一个工厂品牌，其实我觉得这个红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看一眼啊。你看，不管是从它色彩还原度，还是从整个这个膏体的这个延展性上，几乎是跟它是一样的。我说句最良心的话，它的这个性价比比它要高得多，高太多了。这个我还要补充一点啊，你看，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还有这个体温对于这个膏体的这个改变，咱们国产品牌有一点不能达到是，它会慢慢的没有光泽感，但是国外品牌这些大品牌依然保持一种光泽感。结论，工厂这些产品我们来看，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要真说啊，什么大牌替代，这个是有点扯淡了啊，对吧？对，那还替代不了。如果是你是一个没那么多钱的学生党，我们觉得啊，哪怕现在的国产品牌，其实也还是值得买的。我其实还是支持啊，对，我觉得还是值得买的。对。但如果说你要很在乎大牌的话，其实哎呀。看啊，每个人就是自己还有点小资本的话，我觉得可以的，是吧？好的。科普小剧场。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眼影跟口红的一些小知识点。眼影的类型，眼影分为哑光跟珠光。那么作为专业人士呢，我们更喜欢用哑光的一些眼影，因为哑光呢更高级，同时呢它不容易化开，这样呢需要专业人士的一些技法去体现出来。那么作为我们常规人呢，可能更喜欢是用一些珠光的一些眼影，它不需要体现什么样的手法，同时呢它更容易上到我们的眼睛上。色料区别，大品牌呢多采用的是天然有机的色料，有一个弊端就是停留时间比较短，但是呢它对于我们皮肤呢是没有任何的伤害。小品牌呢多采用的是化学合成的色料，相对来说它的留色时间长，但是呢经常用的话，它会对我们皮肤有一个色素沉积。珠光成分，但这个成分主要是云母。那么大品牌跟小品牌的这个区别在于哪里？首先呢是研磨工艺上不太一样，大品牌研磨会很细。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可能大品牌会研磨100次，那么我们小品牌呢可能就研磨50次。飞粉现象，很多人会认为说飞粉就是对眼影不好的一种判断，其实是错误的。真正落在我们眼皮上的眼影呢，一般的颗粒都是比较粗糙的，我们不要以飞粉这个现象来判断眼影的好与坏。制作工艺，我们现在多采用就是烤粉眼影的制作工艺，多采用的是纯天然的成分烤制而成，粉质呢会比较细腻。从整体的这个妆面感来说呢，它会更加的贴合，更自然。口红的成分，国外大品牌呢多采用什么天然的植物提纯的蜡质跟动物当中提取的油脂，这样的一些成分的亲肤性比较强，同时它的安全性也比较强。其实我们中国国内是不生产这些化妆品原料的，因为它的污染性比较强。化妆品的主要原料呢，90%多以上的都是从国外去进口的。大的品牌的进口国呢，多是美国、德国跟荷兰这样的一些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生产出来的这些色料，甚至它的原料成分呢会更好一些。那么像一些廉价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原料呢，多是印度啦，像越南啦，像巴西这样的一些小的一些国家，成本呢廉价一点，它在用到我们的彩妆跟化妆品上来说呢，它的品质就会大大的打折扣。变色口红，其实呢，这是所有品牌的一个噱头，它主要采用就是 pH 值的一个变化原理。我们的唾液是呈碱性的，而且呢，男性跟女性的这个唾液碱性的值也是不一样的，男性的会高一些，你的唾液碱性更高，那么你的颜色变化会更深。不沾杯口红，无非呢就是我们口中的这个成分配比，会有如果说更大的话，那么它就会形成我们的不沾杯这样的一个理论。涂完口红以后呢，会在我们的嘴巴上呢形成一个天然的防水膜。长时间涂这样的口红呢，其实对于我们的嘴巴来说伤害是比较大的，它会让我们的嘴巴变得越来越干。总结。然后呢，我想要强调一个事儿啊，真的不是说大工厂质量才好，小工厂就不行。那我们接触过上百家工厂，就真不绝对。就像酒店的包子啊，一定比你楼下包子铺的要精致，但又一定好吃吗？不绝对。所以呢，我觉得工厂的东西呢还是不错的。另外呢，我要再一次表明我的立场啊，我们宣誓啊，永远真诚的支持国产品牌，不抛弃，不放弃。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们消费者呢，其实啊，对国产品牌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就是毕竟我们发展的晚嘛。但是就是说，你不能老忽悠我们，说什么比大牌还好。就是我们今天真的感受了，比大牌确实还有一段距离。我觉得品牌们其实我们实实在在一点，我觉得消费者还是能理解的。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了啊，也算是对国产化妆品工厂呢他们的水平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了啊，希望对你们买化妆品啊有一个帮助，有一个小小的参考。如果我没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毕竟我们也只是聊一聊自己的感受，好吗？没有收任何的钱，好吧？也没有恰饭啊，都是公平公正的讲。也希望大家给我们点个赞呐，一条龙服务吧，拜拜。